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有福报。这个系列是佛法怎么说也就我们会透过在日常的生活中跟很多人，不管学长姐或者很多网友的互动我们去分享给大家，也就是学习了佛法要怎么样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超越、穿越我们许多的心境，或者解脱我们的烦恼佛法会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这样的个案跟案例去跟大家做分享。那这一集的案例呢，是一位网友他在网络上留言给我，他就想问说目前有人想要把他的钱财就是剥夺了，那他可能很烦恼吧，他就问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放下自我？那这句话呢，会讲到自我，大家可以先回去看上一集的我讲到这个自我是什么的这集影片所以他就问说，那有人要剥夺他的财富了，这时候他很烦恼，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自我放下呢？这个问句我们等一下来解释。再来，他也知道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那可是他还是觉得很执着很想守着，他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守财奴一样、奴隶一样守着那些财富，即使他知道钱财带不走，他还是很执着。OK，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棒。那他带出了几个佛法的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也就是我们生活中遇到了烦恼，也许他是钱财要被剥夺，可能我们遇到了感情的事情，我们也会产生很大的烦恼，对不对？我们被人家骗了，我们被误解了，我们被诽谤了，是不是都很大的痛苦跟烦恼？很少人可以做到，对，如不动，对不对？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产生很大的心境跟烦恼。被裁员了也会嘛，对不对？为什么那个老板不看重我，不重视我？我明明做得很好干嘛把我裁员？我们很多的烦恼都从这些人事物来。所以首先呢，学习了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解脱烦恼不是只是这一生要走了要死了才来解脱解脱这两个字，从我们在这一生还在的时候，佛法的重点就是帮我们如何解脱我们的烦恼。所以既然要解脱烦恼，我们就得先回到烦恼的根源到底是什么？烦恼从哪里来的？从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烦恼能够被解脱、被解决。所以呢，这个烦恼从哪里来的？如果以佛法来讲呢，其实就从这个我开始的。从自我开始的，也就是佛法的角度是看是这样子，人是怎么来的，这个自我怎么来的？其实我们都觉得有一个非常扎实的我在这里。你看，所以我们所有的烦恼都这样的。你为什么不解我？那你为什么这个对我大小声你的表情为什么这么不好？我看了很不舒服。对，你为什么裁了我？对，你为什么劈腿劈我？所以我们所有的烦恼几乎对，你为什么抢了我的钱？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我？对，我当初明明是这样对你付出，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OK， 好，到目前为止你就听到了，几乎我们所有的烦恼都从你为什么对我，你怎么对我开始的，对吗？所以这个我其实就是烦恼很大的根源这个我明明以佛法来讲，自我是怎么形成的？也就是自我，其实我们这个身心都在变动之中，我们的身体细胞。我们的所有的五脏六腑，其实整个人的身心，你的思想，也就是现在你会认别到的自我我们认为的很扎实的我产生很大伤痛感的这个有一种受害者的我，它其实是暂时存在的，也就是它是以身心都在变动佛法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时，也就是他在这深度的禅定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他就知道五蕴，佛法讲五蕴，就是这个人这个自我其实是五种持续不断在变动的元素所组成的这个自我。各位你可以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从我们这个肉体嘛，也是不断的在变动，有没有？细胞你看得到的这些，它都不断的在变动。其实你今天认识到的这个，觉得哇，它好重那但是细胞还是不断的在变动。3年没有健身了，它的肌肉就流失掉了。就不是在他当初的那个状态了，对不对？感受你很扎实认为我有感受在哪，我感受不好，那个感受也是暂时的，对不对？这一刻感受到好烦恼，可是下一刻吃点东西了，吃点甜食了，心情就变得很好了。感受是不是一直在变动？想法，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想法？对不对？我就是这么告诉你了，你为什么不听？对不对？我当初有没有跟你说过？对，你为什么要踩我的底线？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原则是什么吗？有没有？我们的想法很固守的那个想法，往往也是我们的情绪地雷。但是这个想法它其实也在改变。可能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认知，现在设定了一个标准。以前可能没有这样的价值观，但是现在有了。可能未来又没了，又改了以前很重原则，别人只要迟到就踩了我的底线了。
对不对？那经过了几年之后，自己也许也不这么在乎了，以后人家再迟到，你好像也无所谓了。想法也在改变，好，所以色受想行识，人的角别意识，我们的潜意识状态也不断的一直在改变哦。所以以佛法来讲，五蕴就是我们整个身心的状态就对了。那它其实不断一直都在改变跟变动，这一秒的你，下一秒的你，再下一秒的你，每一天的你，每一年的你，每一刹那的你都在改变，都不是原本的那个状态。OK， 好，所以当这个变动的我却称为了自我，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我在这里。所以刚刚所提的所有的烦恼，是不是都从这个自我而来的？我的想法你不能侵犯哦，好，我的价值观，对不对？我爱惜的东西，我喜欢的，我保护的手机你不能破坏啊，都在我跟那个人我对立之间，因为我有一个很强烈的自我的存在。好，所以这时候就带出了一个佛法说啊，这个自我只要一存在，它自然会带出很多的，可以讲情绪吧。佛法讲五毒啊，5种毒害。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个人大家很熟悉了。贪嗔痴慢疑，我会很想要，因为我好爱这个东西，我好想要占有它。好，那我好愤怒嘛，嗔嘛，我好愤怒，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很愤怒哦，于是很傲慢的心，对我比你还好，你怎么做不好？哦，你做的没有比我好，我来做会比较优秀。对，一种傲慢，觉得自己比别人还要优秀。好，怀疑的心啊，你怎么做不好？对不对？那你到底可以还不可以？我怀疑自己啊，我真的可以吗？我行吗？我做得到吗？佛法讲这五毒啊，5种情绪，就从这个自我所产生出来了。OK， 好，所以这个概念先给大家。那再来就是你就发现，所以如果人有这个自我，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情绪跟5种的毒害，而这些情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开头所讲到的，人在遇到很多的事情来到面前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种情绪就会起来了啊？你要么就愤怒嘛，要么就很贪求嘛，我很想要啊，贪不到了就会愤怒嘛，都是这些情绪。你诋毁了我，好，当我觉得我比大家都还优秀的时候，这时候我被诋毁了，我就觉得我的自尊被侵犯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你明明只是个员工而已，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说话？有一种傲慢呢。啊，人的情绪就从这个自我而来的。OK， 好，所以呢，对不起。所以呢，人的烦恼其实看似好像是从外在的事件的发生造成我的烦恼，其实如果抽丝剥茧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的，是我们从自我，因为这个自我的存在，所以我才会产生这么多的情绪跟烦恼。我们可以明白，好，不是说自我不存在，而是说，如果我可以明白这个自我身心的状态，它其实每一刻都在变动，也就我就不执着了。人最大的痛苦就来自于执着嘛，因为我觉得它很真实啊，我觉得我的价值观就是坚不可破，你不能侵犯我的价值观，对，所以才有一个地雷底线嘛。好，当然我知道这个价值观它也会持续变动，人的想法也都会持续变动，我不会在这件事情上这么执着，那个就是我的想法，我的东西，我的钱财好了，假设我没有升起这种觉得那就是永恒不变的这个时候。其实很大程度的是降低了我们的执着啊，所以学习佛法为什么会解脱烦恼？首先你会解脱的是那执着，强烈的执着。那你会解脱强烈的执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首先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执着。OK， 所以这边大家要认知哦，很多人就觉得啊，你不要执着啦，就讲这些风凉话的时候，对，你不要执着就好了。但你就要知道，它是有一个底层逻辑的。人为什么可以不执着，对不对？明明我的老婆就是外遇了，我怎么不执着？对，他是我长期相处一起的伴侣啊，我的钱财那就是我的钱财啊，我被骗了，我为什么不执着？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其实学习佛法是很理性的啊，因为你明白所有的，包括你自己自身都是变动无常的，因为变动，所以你无法掌握，好，无法真正掌握些什么。你也不能够告诉说我的思想我一辈子都会这么想，对不对？我的肉体我一辈子都能够保持这样，没办法，细胞每一秒都在变，你没办法掌控它，这就是真谛，这就是真理，因为它随时都在改变，你的自身的所有身心状态都持续在改变，那更何况是我及我的财产我的五子，它其实也在随时改变。好，所以如果你可以建构这样的佛法的认知，明白所有万事万物它其实都在不断的改变，这时候你就知道了，既然都在改变，
那我就能够明白而不执着。所以是那个不执着，而让我们真正能够放下，而解脱自己的烦恼。所以呢，当你可能会做到这边，你可能会大概可以明白那个所谓的放下不执着是什么意思哈。所以不是不执着说啊，可是他就是骗了我钱啊，他就是跟我离婚啦，对不对？他就是把我裁员啦。因为啊，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强烈的执着，你把你的心念一直放在这件事情上面，有帮助吗？好，会因为我们强烈的执着，老板你为什么要一直为什么要裁员我？很强烈执着，难道明天就能复职了吗？哦，往往我们的烦恼其实也没有起到很大的帮助，只是让自己很痛苦嘛，陷在那个泥沼里面。所以为什么要解脱？其实是解脱你自己的烦恼嘛。对，所以如果你能这么看待，以佛法的正知知见来这么看待的话，你就知道那个不执着，是你先从这个自我能够解脱，没有一个那么强烈的受害者在那里，因为他持续都在变动。今天他可以这么对你讲话，明天他可能就回心转意了。有一次啊，我到那个修车的时候，修车，我要换火星塞。然后当时因为我很好奇很多事情我都很想去了解为什么这样，我就问老板火星塞拆出来了嘛，把那个盖子打开了，拆出来之后，我就问老板，我就想好奇说，老板，那个火星塞啊，它什么时候应该要换？你拆出来我看到了，我也很好奇，那什么时候是要换火星塞的时候？老板就他就说你问这个干嘛？他是这样回答，我就傻住了。他说对啊，我问你啊，你问这个干嘛？你问这个有意义吗？他一连就出了好几句，我都回答不出来。我想说，我不是只是想了解而已吗？不行吗？他说：“你问这干嘛吧？我问你啊！你这样问完之后怎么样？你是如果还可以，你是不换吗？你问了又怎样？知道又怎样？不知道又怎样？有帮助吗？有意义吗？”当下各位，如果是你啊，你会不会蛮愤怒的？好 ，OK， 好，所以人生中总会发生很多的鸟事。但这时候我们呢，如果有佛法的见地的话，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吵一架你也可以说怎么样，我就是花钱，我就是老大你干嘛这样讲我？当然这都没有问题的。那只是呢，学习了佛法，毕竟要解脱的是自己的烦恼。所以当时呢，你看以这个事件来讲，我是不是马上对我来讲，我也很火大我花了钱对不对？是我要找你帮我修车你凭什么讲那些话？好，可是这时候回到刚刚的这个自我，你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自我被抨击了？我觉得我被否定了，我被不认同了，我没有被尊重，对不对？我没有被理解，我没被认同，都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我。那因为可能你也觉得我是花钱的那一方我应该比你还要重要吧？你是负责修车的客户不是至上吗？有个傲慢的心嘛，客户至上嘛。反正任何的心态其实都不出这个自我了。所以当时当你可以从这个情绪返回明白说，有一个很强烈的我在那边受苦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回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自我就是一个概念嘛。所以当下那个时刻，我就回到我自己的心了，我就理解这个自我只是暂时的，所以当时情绪就灭了，就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一直火上加油然后一直在陷入在那个烦恼的痛苦的漩涡里面，觉得老板为什么这样，然后甚至修完车之后到处跟人家抱怨，你知道吗？我昨天遇到一个老板多机车就没有这样。你看人的烦恼是不是这样一直恶性循环？但如果你可以在当下就把它截断，那就是你从当下你就超生了嘛，你就解脱你的烦恼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当下你说心境有没有解脱？当然心境解脱了，我就继续看着他就继续修他的车，我也就不管刚刚他说了什么。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人很多行径，我怎么样在当下，我就能够不要自寻烦恼，我就能解脱我的烦恼。